据说大兴安岭的森林中有一种奇怪的生物，它长着马脸和驼峰，身高可达2米，两扇大角挂在耳边。但它既不是马，也不是骆驼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鹿，满语称作安达汉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寒潮来袭，随着大兴安岭的气温骤降，都河湿地公园旁竟然出现了安达汉的身影。一位安达汉母亲带着她的幼崽出门觅食，他们不惧寒冷，不慌不忙地踱着步，享受着在白雪皑皑的森林中漫步的悠闲时光。这种生长在北方的奇特动物，实际上就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驼鹿，它们也是我国大小兴安岭特有的物种。南方人一般见不到，在海岸另一边的北美洲也有分布。别看它们一个个长着需要成年人仰视的身高，但其实它们的性情非常温顺，平日里没事就喜欢在森林里的洼地、湖泊、沼泽旁散步觅食。曾经现身于黑龙江南翁河湿地、内蒙古额尔古纳保护区的安达汉，总是以一个家族的形式共同亮相，在树林中肆意的奔跑跳跃，远远的看就如同保护森林的精灵一般可爱。但是当你凑近了才会发现，这些家伙长着长长的马脸，背部凸起的驼峰像一个长在身上的小山丘，极具攻击性的鹿角比姚明还要高的体型，让他们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好惹。其实驼鹿长得牛高马大，也是为了适应严寒的气候。一只成年驼鹿重量可达400到700公斤，最高的身高可达2米，大长腿是为了方便在雪地里跋涉，并且它们还天生自带具有双层隔热功效的皮大衣，它们抗寒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。即使是新生驼鹿宝宝，在零下30度的极寒天气里也能愉快生活。曾经有科研团队用红外摄像机拍摄到了驼鹿母子日常生活的画面。刚出生不久的小鹿已经完全适应了极寒的天气，依偎在母亲身旁，时不时抬起头吸吮乳汁，时不时又跳起身与小伙伴追逐打闹。安达汉是典型的北方动物，它们怕热不怕冷，温暖的气候对它们来说就是噩梦，因为它们的皮毛只有保温没有散热功能。当气温上升至零下5°C左右时，它们就开始冒汗了。最有效的散热方式就是平躺在雪地上。当看到驼鹿在水中嬉闹时，也不要惊讶，它们通过泡澡的方式来降温，因此也练就了游泳健将的本领。在山林中有很多湖泊、深潭，安达汉的一项娱乐活动就是游泳。别看它们长得笨重，一进到水里，身体却能灵活自如地游动。有时它们还会潜到水里寻找水草吃，这也是驼鹿最喜欢的食物。到了岸上，它们则变成了优秀的田径选手，跳高、跑步、跳远都不在话下。平时走路悠哉悠哉的它们，一旦提起速来，便能达到时速55公里。有着极强耐力的它们，跑个马拉松也轻轻松松。身为重量级选手的它们，却可以灵活地一跃而起，取食树端的叶片。身为世界上最大的鹿，安达汉也拥有鹿群中最长最大的角，这副大角只有雄性驼鹿才拥有。每年冬天，它们的角还会脱落，到了次年春天，又会长出一副新的角出来。你是不是以为它们的角会像人类的头发一样没有神经细胞，就算脱落也毫无感觉？其实鹿角不像头发一样是上皮组织，它属于鹿的一个组织器官，而驼鹿的角也是世界上生长发育最快的器官。它们的角长得飞快，快到一天就能长出2.5厘米。驼鹿的角还十分敏感，就连一只小虫稍作停留，它们都能迅速感知到。所以人们时常看到驼鹿用脑袋撞地、撞树、撞同伴，这并不是他们在发泄心中的烦闷，而是在给他们的脚挠痒痒。驼鹿的角重达30公斤，当然这副巨大的角也价值千金。
驼鹿的角在发育过程中会在其表面长出一种毛茸茸的、手感如天鹅绒一般的鹿茸。众所周知，鹿茸是一种昂贵的中药材，因此也被称为长在鹿头上的软黄金。可以想象，这副鹿角不仅是驼鹿身份的象征，更是其财力的展现。看起来像毛发一样的鹿茸，想必手感一定很棒，但其实它们是由许许多多的毛细血管组成，每个星期可以长10厘米。因为遍布着毛细血管，所以每年9月份，鹿茸脱落的季节，驼鹿们就会迎来一场血风腥雨的磨鹿角斗争。驼鹿们忍着疼和流血的悲伤，将鹿茸磨去，只为了迎来1个月后鹿角的蜕变。褪去鹿茸后的驼鹿角变得坚硬强壮，不仅可以作为打斗的武器，还可以用来泡妞。到了秋季，驼鹿也进入了繁殖季节。这个时期的雄鹿异常亢奋，它们会像喝醉了一般用鹿角挖地，并发出亢奋的欢呼声。这么做只为将自己的皇冠打磨得更闪亮、更迷人。为了博得雌性的青睐，雄鹿们还会选择约上一架，用鹿角攻击对方，成功的一方便可抱得美人归。但由于鹿角的构造十分复杂，经常会出现滑稽的一幕，2只鹿的角被缠在一起，如胶似漆，难舍难分。如果在水中遇到这样的事故，那情况就十分危急了。2只雄鹿很可能双双溺亡在湖泊中，真可谓成也大角，败也大角。当安达汉们还沉浸在抢夺伴侣的战争中时，森林里早就有一双眼睛盯上了他们。为了在冬眠前补充好体能，野兽们早已对温顺的食草性动物们虎视眈眈，而他们在等待的是一只打架受伤的安达汉。身材魁梧的驼鹿在平日里与野熊打上一仗也不一定会输，但是当一只受伤的驼鹿遇上了棕熊小分队，那就只能算他倒霉。流着血的安达汉已经在与同伴的打斗中累得气喘吁吁，又伤痕累累。当棕熊将他扑倒时，他已没有力气反抗，最终还是成为了棕熊的晚餐。但其实安达汉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，别的不说，雄鹿头顶的尖角就是击退敌人的利器，再加上他们强有力的四肢，只需一个侧后踢就能将敌人踢飞到河岸边。因此围剿安达汉要靠脑力，通过战术将其精力耗尽。比如擅长团队作战的狼群就很喜欢和驼鹿打持久战，他们先将一只驼鹿困住，然后逼迫其发起自卫反击战。慢慢的，驼鹿体力透支后，狼群们再蜂拥而上进行最后的围剿。原本极具杀伤力的安达汉最终也只能甘拜下风。驼鹿的杀伤力不仅体现在动物世界，甚至还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。据说在北欧的夜晚开车，最容易撞上的不是迎面驶来的小轿车或路旁的电线杆，而是突然闯入的驼鹿。因此它们也是货真价实的马路杀手。斯堪的纳维亚汽车制造商也因此制造出人造驼鹿的模型，用于测试他们的新型汽车的防撞性能。这个测试也是国际上衡量车辆安全性的标志。由于翻译上出现了误差，这个测试中文名叫麋鹿测试，但这里的麋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安达汉驼鹿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。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